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票房破 2.6 亿，无名细节解析，王一博接替张晋成新西装暴徒，岂曰无悲，山河未悲，何用留名，人心即明。没有那些为国为民的无名之事，哪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？无名终须有名。无名表现又如何呢？01大年初二票房报告，3次逆袭，无名票房破2.6亿，排名第4，内地院线彻底爆了。久违的门庭若市来得太快了，疫情后首个春节档能有如此火爆，是所有影迷都没有想到的结果。难道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报复性观影吗？春节档票房大战激战正酣，大年初二1月23日内地票房报告，大盘总计斩获11亿，环比下跌了 18.4%， 但比2022年初二 10.5 亿高出了 5.2%， 创造了历史最佳大年初二票房。截至发稿时止，无名票房破 2.6 亿，排名第4。只要站稳前3天，后续就能依靠口碑来一次较大的票房逆袭，实现长线大卖。我们要相信影片的质量、成尔的风格、梁朝伟的实力以及王一博的蜕变。我大胆预测，本片将会是2023年第一匹黑马电影，最终票房一定能够突破10亿，甚至达到15亿。我能夸下如此海口，那是因为此片给我的惊喜程度无以言表。02渐入佳境，成尔无名细节解析，从一头雾水到恍然大悟。无名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一群地下工作者冒着各种危险送出情报，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。风格化电影人成尔原创谍战剧本，梁朝伟联袂王一博挑起大梁，周迅、黄磊、森博之、大鹏、王传君、江疏影、张静怡等一众卡司联合主演。影片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方式展开剧情，和宁浩的《疯狂的石头》、饶晓志的《无名之辈》、诺兰的《敦刻尔克》有些类似，就像玩拼图一样。电影中还穿插了倒叙和插叙。当观众把这些支离破碎的镜头拼接起来之后，前半个小时怎么一头雾水，后半个小时就怎么恍然大悟。但凡有点文化基础和历史知识储备的观众，只要您前40分钟不刷手机，细细琢磨关键信息和人物细节，一定会让您大呼过瘾。细节解析完美了诠释了什么叫渐入佳境。以下无名细节解析涉及剧透环节，没有看过影片的观众请自行略过。看完电影再来看我这篇影评，您一定会受益匪浅。第一，有姓无名。影片中所有的人物角色用先生、小姐或职务名称来代替，如梁朝伟饰演的何主任，王一博饰演的叶秘书，周迅饰演的陈小姐，黄磊饰演的张先生，大鹏饰演的唐部长等。和片名一样，真正做到了无名。第二，动物狗、羊和醉虾。影片中描写了3处狗，这均隐喻了3类人员。在轰炸机中的狗代表着高高在上的日本侵略者，在断壁残垣中跛行的狗代表着手无寸铁被轰炸的中国民众，在关押室一直狂吠的狗代表着汪伪政权下的汉奸走狗。前一秒站在门口看热闹的羊，下一秒变成日本公爵和军关口中的食物。这里面的羊其实指的是替罪羊和百姓。公爵喝了脏水，民众不承认污染了水井，一群百姓站成一排，无差别被击毙，剩下的被水泥活活浇灌掩埋。挣扎的醉虾全片出现2次，隐喻了王一博和王传君亦敌亦友的关系。第一次在王传君饰演的王队长家冷清的生日派对上，醉虾在血乎乎中挣扎，这给王队长强暴杀害叶秘书未婚妻方小姐张静怡饰演埋下伏笔。那时的醉虾指的是方小姐，就好比你吃我的排骨，我就吃你的女人一样。第二次在抗战胜利后的香港，叶秘书发现了王队长父母开的饭店，他点了招牌醉虾，即使活蹦乱跳，也逃不脱被生吞的命运。这时的醉虾指的是王队长，也是他们2人的命运对照，好友反目，你死我活。第三，擦拭血迹。
影片中有2次擦拭血迹，代表着复仇后的隐忍继续潜伏下去。一次是何主任在用餐时发现了袖口点点血迹，他到卫生间擦拭。开场张先生和何先生在谈论陈小姐枪时，剧情戛然而止，在后续剧情中交代张先生被解决时留下的血迹。第2次擦拭血迹是叶秘书看到报纸，得知未婚妻被残害后暴打日本官兵，血迹染红了他的西装，他也到卫生间擦拭。复仇是一过性冲动，完成祖国大业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。2位主演擦掉血迹，要把潜伏这项工作继续下去。第4，叶秘书的更换领带。影片中对叶秘书的领带多次特写，其中有一次更换领带的镜头，这代表着站队。和何主任在聚餐时说的那句话一样，和敌人彻底摊牌，划清界限，不共戴天。第5，叶秘书卡车上的挑衅。何主任出狱，叶秘书等人准备进监狱，在卡车上，叶秘书做出了一个挑衅何主任的动作，目的是让森博之饰演的石原派日本特务长官对他深信不疑。最终揭开谜底，观众和他都来了个猝不及防。当然了，影片中还有磅礴的雨，死寂的海滩，肃杀的牢笼，精致的糕点，暗涌的餐桌，墙头草大棚，2代人的爱情，致敬色戒等可解读的内容举不胜举。想要真正挖掘这部影片隐藏的价值，可能需要2刷3刷以上，这就是飞哥给予此片高评价的原因。如果这部电影给您带来不好的观影体验，这需要观众自身找找原因。导演程耳这样说道：尊重观众，观众不应该被低估。作为观众的我也可以这样说道：尊重导演程耳。无名不应该被观众低估，让佳片散发艺术价值，这部电影观众值得拥有。相信细品后的您一定会恍然大悟。03，王一博接替张晋成新西装暴徒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痛扁坏人的样子帅不帅？在我们印象中，刘德华和周润发也都当过西装暴徒，但最让观众记忆深刻的角色当属张晋了。2015年，郑宝瑞导演，吴京、托尼贾主演的《杀破狼2》让张晋出尽了风头。电影中，身为典狱长的张晋西装革履，用绅士行为掩盖自己的卑劣行径。一场与吴京的终极对决打得行云流水，行无有力，即便是在打不过负伤的情况下，气场、发型和西装一定不能乱。从此之后，西装暴徒变成了张晋的代名词。无名一出，看样子王一博要接替张晋成为新一代西装暴徒了。电影中，王一博有2段打斗戏，均身着西装，样子简直帅呆了。一场是暴打日本官兵，监牢外气急了的叶秘书仿佛甄子丹叶问附体，来一个干一个，打斗场面酣畅淋漓。一场是与梁朝伟公馆对决，短暂枪战过后，赤手空拳上演生死搏斗，真实感可以达到惊心动魄的水准。王一博的打斗快准狠，即便是从楼梯间被干趴下，西装一定不能乱。看完这2场拳拳到肉的打斗，张晋的西装暴徒可以直接下岗了，王一博完全可以把新西装暴徒传承下去。在这部电影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蜕变的王一博，不仅舞跳的棒，打斗也不在话下，假以时日，能不能走功夫路线呢？另外，这部电影让我对王一博刮目相看，与彬彬有礼的影帝梁朝伟对戏，没有掉链子，文武戏都接住了。除了动作戏之外，眼神和内心戏可圈可点，前半段狠厉，后半段沉着冷静，能驾驭对未婚妻、对兄弟、对同志、对敌人各个阶段的对决，把亦正亦邪的叶秘书诠释到位，一度观众真的认为王一博十恶不赦。结语：无名上映前，程耳在接受鲁豫采访时说，自己并不认识王一博，只是通过一张照片发现他非常适合叶秘书这个角色，于是他叫黄磊帮忙约王一博面聊，只用1个下午时间，王一博就被程耳定下来了。从成片来看，程耳果然慧眼识珠。如果无名票房最终成了黑马，那么该片就能成为王一博代表作，也能和易烊千玺一样宣布转型大银幕转型成功。
年轻一代演员是时候大放异彩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